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Amanda 的慢食慢语。今天我们来做芋圆红豆汤。如果你们之前吃过芋圆呢，应该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百搭的小点心，可以和各种糖水组合在一起。需要的材料呢，仅仅就是香芋和木薯粉这2样东西就够了。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芋头的选择。芋头有2种啊，大家都知道有这种大的芋头，可以叫荔浦芋头，也可以叫香芋。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叫芋奶或者芋头仔。这2种芋头都可以用来做芋圆了，但是做甜品更适合用这种比较大的芋头，因为它那个芋头的香气更浓。但是这种大的芋头呢，如果单吃的话，吃起来口感没有那种小的芋头口感好。所以如果是入菜，比如说烧肉啦，或者是蒸着吃啦，就比较适合用那种小的芋头。这种大的就是做甜品是最合适的。除了芋头之外呢，其实你还可以用红薯了，或者紫薯，还有南瓜都可以。做法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往里头加的那个淀粉的量，可能根据品种的不同会稍微有一点调整。用红薯做出来就是黄色的，用紫薯做出来就是很鲜艳的紫色，南瓜做出来呢就是南瓜的那种金黄色。你可以一次做好几种不同的颜色，搭配在一起也很漂亮。另外再讲一下就是这个淀粉的选择。网上有很多方子会告诉你可以用红薯淀粉，也就是地瓜粉，甚至还可以用太白粉，也就是土豆淀粉。其实呢，如果你能买到的话，用这种菱粉是最好的。其实这个菱粉的翻译是有误的，这种应该叫木薯粉，它就是一种叫木薯的植物提取出来的淀粉。只有这种木薯粉才能够做出那个非常 Q 弹的那种口感。如果你用红薯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做出来的话呢，可能热的时候还是 Q 的，但是凉了之后就会变硬，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。除了芋圆本身之外呢，这个红豆汤的材料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红豆和糖，此外还需要一点点的盐。因为红豆汤做起来比较费时间，所以先来做这个。首先要把红豆用清水浸泡半天或者隔夜。取一个炖锅，把已经泡透的红豆捞出来放进去，泡过红豆的水就不要用了。重新倒入新鲜的水，没过所有的红豆，然后开火来煮。煮红豆呢有一个小窍门，就是不要一次拼命的煮，而是分2次来煮它，这样更容易煮软。第一次呢，就是让红豆煮开了之后再煮10分钟，然后就关火，就不用管它了，让豆子自己焖在锅里头，让它自然冷却。过一会儿，等这个红豆温度降下来之后，你可以尝一尝，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红豆已经软了，但还不够绵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次开火，第2次来煮它。第2次煮开之后就转小火，再煮上大概半个小时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红豆煮到很绵软了。煮好的红豆是略有一点开花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加非常少量的盐，然后加糖，调好味道就好了。加盐可以让甜食的甜吃起来不那么单调。煮好的红豆汤先待用，现在可以来做芋圆了。把芋头去皮之后切成厚片，放进蒸锅里，蒸上大概10几20分钟吧。到这个筷子能够很轻易的穿透它们就可以了。现在找一个大碗，把木薯粉倒进去，然后把蒸好的芋头趁热直接丢进碗里。用叉子把芋头压碎。如果你有这种压土豆泥的工具，会比较省力。因为每一种芋头含水量都不同，
所以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呢，就自己感受一下。如果觉得太干了无法成团，可以加少量的清水进去。总之呢，就是要让芋泥和木薯粉混合成一个比较柔软的面团就可以了。接着掰下一小块来，搓一搓。注意这个芋圆的面团，它不像普通面团那么有粘性。你在操作的时候呢，不要使劲的去揉它。如果感觉太松散呢，说明是面团太干，可以再加一点水。搓成这样粗细均匀的长条状，再切成小段。再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红薯圆，也是同样的做法。蒸好的红薯泥和成团之后，搓成长条，切成小段。下面就可以来煮了。烧一锅开水后，把芋圆丢进去，轻轻地推一下，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。煮上几分钟之后，这些芋圆就会浮起来。等它们浮起来之后，再继续煮1分钟就好了。然后在旁边准备1大碗的凉水。煮好的芋圆马上捞出来，进入凉水中，会让口感更 Q 弹。这个芋圆的 Q 弹的口感呢，取决于木薯粉的含量，加的粉越多，芋圆就越 Q， 但是芋头的香味就没那么浓了。在这个 Q 弹和香浓之间呢，你要自己取舍。红薯圆也是一样的操作。浸过凉水的芋圆捞出来沥干水，其实这个时候只要简单的加一点糖拌一拌，味道就很好了。有时候我懒得煮红豆汤的时候也会这么吃。现在呢，把煮好的红豆汤盛到碗里，再把我们刚才煮好的芋圆、红薯圆还有紫薯圆分别放进去，这道芋圆红豆汤就做好了。因为现在是春天，这个温度变化实在是难以捉摸。我在做这道芋圆的时候呢，天气还很凉，所以我吃的是热的红豆汤。但是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，天气已经热了，所以你可以换成冰着吃它。就把红豆汤冰镇之后，加入一些碎冰，再把芋圆放进去就好了。但是芋圆本身不要冷藏，现煮现吃的味道最好。现在呢，再讲一个小的注意事项吧，就是如果你有做紫薯圆的话，把它放到最后一步来煮，因为煮过紫薯圆的水会变成紫色。最后再讲一下，如果你们一次做了太多的芋圆吃不了的话，可以在芋圆的表面再裹上一层干的木薯粉，然后放到保鲜袋里头拿去冷冻。冻好之后，它会一颗一颗的，不会粘连在一起。等到下次要吃的时候呢，不用解冻，直接煮就好了。这个自己做的芋圆呢是非常货真价实的，吃起来有浓浓的芋头香味儿，而且制作过程也真的是非常简单，你们试过后就会知道了。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的慢食慢语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。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